同时感谢阿米洛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阿米洛，键盘艺术家。长官，就剩最后一个敌人的堡垒就在那。炸弹在哪里？在大墙身上。攻壳一连听令，所有人掩护大墙，攻击敌方碉堡，不惜代价。火力掩护。连击加速好丢雷，用汽油连击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好，感谢收看《就招玩游戏》，我是聂俊。上个世纪80年代的红白机开始，30多年间，马里欧陪伴着任天堂一路走来，熬过千辛万难啊，也见证了无数辉煌。他拯救了公主，研究病毒，热爱飙车，会棒球，会扣篮，还擅长踢足球。偶尔组团呢参加个奥运会，闲下来呢就喜欢在家里搞 party， 哈哈，幻想成为网球王子。也在 RPG 的世界里呢体验过勇者的人生，哪怕是最传统的平台跳跃游戏，也已经演变出了 2D、2.5D、3D 和箱庭等多个分支。作为一个站在电子游戏界顶点的男人呢，这位水管工的身份啊实在有点太多了。然而，对于所有认识这家伙的玩家而言呢，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游戏如何进化，马里欧这3个字背后最根深蒂固的印象，恐怕还是2D 横版卷轴画面下那个头顶砖块、脚踩板栗、不停向前奔跑跳跃的红帽大叔。所以，当10年前任天堂在 Wii U 上发售初代超级马里欧创作家，并告诉所有人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制造马里欧关卡时，我完全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如此美好的诱惑。马造的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啊！尽管 Wii U 可怜的装机量大大限制它的发展，但初代马造的销量还是达到了350万份之多啊！平均下来，每4个 Wii U 用户就1个人买了马造。庞大的玩家基数带来的是更加庞大的关卡数量，人们的创作欲望远远超过任天堂自己的预期啊！官方曾表示，如果平均1分钟通关1个关卡，那么想要全部体验一遍马造服务器上的所有地图，至少需要14年而这14年间又能诞生多少新的关卡呢？几乎无限的组合方式，永远都能推陈出新的有玩家创意。马造身为一款游戏，却完全看不到通关的终点啊！这样的特性让无数玩家称它为能玩一辈子的游戏。对于一向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玩家至上、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任天堂而言，压榨玩家的一生，
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别问我为什么老任的游戏那么贵，为什么老任不舍得搞促销，为什么 NS 的二手游戏那么保值，花这辈子的钱玩下辈子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创作家2你值得拥有。好吧，老实说，马照2的出现还是有点意外的啊，毕竟大家都只是在等待马照1的 Deluxe 版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马照是多么耐玩的游戏，以至于玩家都不觉得老任会那么快的出续作。而马照2既然有这个2字，自然意味着本作不是小打小闹的升级。在可用部件上，游戏新加入了斜坡、蛇砖、龙卷风、跷跷板、大金币、钩爪、太阳、血血乌龟、红色妖蜥，以及最契合 Switch 名字的开关等许多物品。地图追加了沙漠、冰原、森林、天空4大样板。地图机制上呢，可以自定义水面以及岩浆的高度，或者更改它们的起伏周期。前作的场景卷轴也新增了自定义功能，玩家既可以自定义卷轴的速度，也能分区域单独设置卷轴的方向，制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垂直关卡。与此同时，游戏还追加了月亮模式。该模式下，不光场景外观和音乐会改变，每种类型的场景还将拥有额外的隐藏特性。比如在月亮模式下，地面场景的部分敌人会悬浮在空中，地下场景整个上下颠倒，森林场景里的水池会变成毒池，沙漠场景时不时的刮起大风，鬼屋场景伸手不见五指，天空场景则是低重力状态。生命蘑菇也会在夜晚改变姿态，变成无限追逐马里奥的杀人菇。其实光上面这些内容随便组合变换一下，都能诞生出许多不同的玩法。毕竟用开关前进是一码事，用开关控制轨道前进又是另一种体验。加个杀人菇会怎么样？上下颠倒又会如何？只需要一点改变，游戏体验就会天差地别。然而更可怕的是，马照2的新要素并没有止步于此。本作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第5个可选主题——超级马里奥 3D 世界。相比于1代的4个经典主题， 3D 世界在马照2中的地位很特殊啊。它无法像前4个主题那样在制作和游玩中实时切换。这个设计虽然很不方便，但相对的也为 3D 世界带来了大量的独占部件，像是透明水管、机动砖块、叹号砖块、闪耀砖块、尖刺砖块、蘑菇床、长长吞食花、跳跳鼠，以及可以爬墙的猫咪马里奥等等许多新要素。玩家甚至可以从慢慢龟手中抢过汽车，体验一把 GTA 的快感。无论操作手感还是游戏风格， 3D 世界都和之前的马照大相径庭。在马照2中，还允许玩家设置通关条件，获得多少金币，杀死多少特定敌人，打碎几个木箱，按压过几次开关，跳跃后不能着地，全程无伤，需要维持某个状态，或者必须手持特殊部件。通过设置这些通关条件，关卡的设计思路得以大幅拓展，很多平凡的地图在特殊条件的加持下，也能变得别有一番乐趣啊！当然，最劲爆的要素，马照2的4人联机啦！我深深的知道，在一款马里奥的游戏里，和好友互相坑爹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我身边至少有3个以前从来不买主机的朋友，因为在 Wii U 时代和我一起体验了多人同屏的马里奥，然后就心甘情愿的入坑了。所以原本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多人模式啊，但坏消息是，马照2的在线多人首发并不支持好友联机，只能随机匹配。真的想要和好友一起玩，暂时只能本地面连了。然而现在这个时代，想要找人面连真的是困难太大了，基本上约等于无法好友联机虽然官方承诺好友联机功能会在以后更新加入，但对于第一批玩家而言，这确实很影响体验刚才谁说任天堂人文关怀来着？顺带一提，马照2的在线机制和大乱斗类似所以联机有人特别卡的话，大家都会变成 PPT。再加上随机的匹配机制，想要流畅的联机体验，不光需要自己有个好网，还得对方给力有点看脸我们只能期待和你匹配的人也买了联机宝吧，在创作关卡方面呢，由于离开了 Wii U 和 3DS 平台，马照2的交互界面针对主机模式做出了改变。单纯用手柄制图的话呢，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上手之后呢，效率其实也还可以但手柄的直观程度肯定还是比不过掌机下的触屏的。
可真的用触屏制图的话呢，其实也有不少麻烦。首先，手指的体验并不好啊，难免会有误触，很烦人。而且掌机模式并不兼容主机模式的手柄操作，只能通过触屏来制图，对没有触控笔的玩家来说呢，很不友好。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专注制图，要么努力适应手柄操作，要么就直接买个触控笔吧。可能也就这个时候我会怀念以前电阻屏的时代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照2目前也不能像初代那样编辑查看别人的作品，这对部分超高难度的关卡或者想要借鉴学习他人关卡的玩家而言，也是一个坏消息啊。所以单就制图而言，马照2有着更加自由的方面，也有比前作限制更多的地方。当然，总而言之，就算算上马照2的所有缺点，它的新增内容还是实打实的足够良心。全新的部件、全新的地图、全新的主题、全新的机制。为了拉拢普通玩家，马照2甚至还加入了全新的故事模式，其中收录了老任官方制作的共计120个独立小关卡。虽然这些关卡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展示新元素，给玩家提供制图的灵感，不会像传统马里奥游戏那样完整和复杂。但对于一款本身就有着无限内容可以挖掘的游戏而言，这120关内容基本等于白送啊！这也避免了轻度玩家上来就被大佬蹂躏的尴尬。如果说初代马照是任天堂献给马里奥系列30周年，献给所有热爱马里奥玩家的一份惊喜与感恩，那马照2更像是一种承诺，一种我们会坚持也有能力继续创造快乐的承诺。30多年前，人们在大屁股电视机上邂逅了一位水管工，30多年后，我们依旧乐此不疲地重复着当年的跳跃。马照的诞生不是横版马里奥的终点，也不会是任天堂创意枯竭的信号。马照2能不能玩到下辈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下辈子我一定还会迷上这个名叫马里欧的快乐大叔。在赤痕夜之仪式的那期视频里，我第一次提到了游戏创造自习室。当时就很多观众表示，马照2作为一个以编辑器为主体的游戏，配合上任天堂功力深厚的设计底蕴，用它来解构游戏设计，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嘛，有道理才有鬼嘞。马照里玩家设计关卡从来就不尊重什么设计逻辑。如果某游戏公司按照马照里玩家关卡的理念做游戏，这游戏一定被喷死。所以马照里的玩家关卡只能作为反面教材，因为归根结底，在超级马里奥创作家里，制作关卡的人们，他们并不是在做游戏，而是在玩游戏。这正是部分玩家在马照中遇到的麻烦啊。大部分马照的用户呢，都希望在这款游戏里体验到类似于马里奥那样的，或者说至少经过精心设计、思考制作的关卡。但制作关卡的用户呢，却不存在需要确保关卡好玩这样的义务啊。他们只要满足马照的制作规则，捣鼓出一张可以自己通关的地图，那么即便别人认为设计的一塌糊涂狗屁不是，人家照样可以上传。我就特意让公司里的小伙伴制作了几张图分享出来啊。不出所料，有玩家大骂太恶心了设计有问题之类的。特别是遇到一些恶意的设计时，比如第2张图的 Gameker 的大冒险里，这个地方的云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想要死亡，只能非常无聊的等待时间结束，或者打开游戏界面选择重开，但那样又会失去前面的保存点。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操蛋。我自己呢也知道这是一个让人骂娘的混蛋设计但我并没有选择删除它，因为我想看看大家是会选择开骂还是接受游戏规则。很显然，更多人倾向于后者友好的骂了我一顿。要是未来我们的游戏这样设计，我就是脑子里进屎了。但是在马照里对不起，我不是游戏设计师，我是玩家，我玩的是其他玩家。任天堂当然不希望玩家整天互相恶心对方所以2代下来，任天堂一直在和玩家以及脑洞大开的设计方式做对抗。比如说马照2中水管不能互相交叉了如果硬要表现只能尴尬的意思一下。或许有人认为这是种倒退，但玩过初代的都知道，水管交叉重叠意味着可以制作极难辨识的隐形水管。马照2的这种退步其实是在保护玩家。游戏甚至在教学中特意将部分恶意制图单独叙述，不光不鼓励玩家这么做，还试图教大家如何在保留恶意的同时体现出设计感，鼓励玩家制作合理有趣的恶意，可以说是为了游戏体验操碎了心但这终究只是预防而已。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玩家想要作恶，他总能想到办法。就像马照2通过限制起始点的部件去规避前作极其反人类的开局杀。然而，制作者真的想让玩家陷入绝望的关卡，又怎么会急于这一时呢？所以，我们要马照来做反例啦，来分享一个游戏设计的心得。玩编辑器和做游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象征着绝对自由，后者则需要不停的理性克制。而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马照新手在做图时都忍不住堆砌元素，大量的敌人、大量的砖块、大量的机关。当游戏把选择权交给玩家之后，克制就会成为奢侈的选项。事实上，很多游戏初创团队也会忍不住塞太多东西到游戏里啊。然而，反观传统马里奥的关卡设计，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些特点：游戏总是有相对简单直观的主要路线，难点与高手项的挑战安排在可选项分支。每个关卡主题明确，尽量用单一或者较少的元素构成主体，绝对不会添加毫无意义的部件。每个敌人、每块砖块都有其设计用意，刻意保留无需特殊操作的缓冲区域，确保游戏节奏张弛有度。这些特点无一例外都需要克制啊，管理难度，去照顾目标玩家，确保主线的高通过率，说服自己删除好不容易想到的点子，只用较少的元素去设计关卡，强迫自己不需要任性而为，努力思考画面中的每一个物品的引导，然后还要在精心设计的关卡中想办法插入无聊的缓冲区域。这些看上去很为难自己的行为，非专业开发的玩家一般是不会这么做的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哪怕玩家想尽办法模拟了官方的设计思路，但标准马里奥的关卡体验在马照中它本身又是弱势群体。毕竟在马照的环境下，相比于恶意满满的关卡或者脑洞大开的创意作品而言，好玩这两个字在愤怒、惊喜、痛苦面前就显得过于平淡了。人们也许会记住一个死亡了无数次的糟糕关卡，也记不住一个符合标准的正常关卡。然而对于制图者来说呢，玩家的反馈就是他们的主要动力啊。如果游戏的反馈机制没有成熟到足以成为社交，那么简单粗暴的情感交流就一定还是最强主力。作者也无从看到人们对于标准马里奥关卡的渴望和评价。所以就算是马照2，我也还是觉得游戏的社交功能太低了。尽管玩家可以点赞、评论、发预设表情，但也仅仅是单向通道，互相之间无法交流，作者也无法回应别人的留言。作者和玩家之间的隔阂大到可以塞下整个宇宙啊！我们甚至只能通过一串 ID 密码，而不是关键词来搜索想要的作者和关卡。一切的交互都还非常初级。如果哪天马照3发售了，我真心希望老任可以好好的重视这块区域。社交的强化或许并不代表玩家会制作更有趣的关卡，但它至少能让制图者公平的听到所有声音。当然了，这也不是说这些千奇百怪的关卡就没有意义了。能将东京热的片头制作成音乐图的老司机也好，试图在马照2中挑战人类极限的鬼才也罢，从玩家开始跳脱传统马里奥的固有思维，企图用本作实现其他游戏方式的那一刻起，马照2的意义就已经诞生。我觉得马照系列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刻板地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的游戏设计，而是为做游戏和玩家的这两拨人提供一个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交流平台。对于做游戏的人而言，马照有机会看到他们察觉不到的职业盲区，就像宫本茂被初代马照中完全无需任何操作就能直接到达终点的自动关卡所惊艳到那样。正确的游戏设计在普通玩家面前不过是句玩笑，因为不知道规则，所以才不会被规则所束缚。而这些叛逆的错误之中，或许也有值得我们提炼的全新领域。而对于玩游戏的人而言，马照就像是面照妖镜啊，通过一次一次的尝试，一次一次的纠错，身体力行的造出了我们过去对于游戏制作的理所当然。如何排除逻辑漏洞，如何控制整体难度，如何引导用户思维，如何制作有趣的恶意，玩家遇到的麻烦越多，收获也就越多，对游戏的理解也就越发立体。马照2是一款会让人迷茫的游戏，做游戏的迷茫于自己的理念不再绝对，玩游戏的迷茫于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但谁又能说迷茫过后的求知不是个好东西呢？所以超级马里奥创作家系列到底是个游戏还是个游戏工具呢？我分不清楚。到底是我们玩它呢，还是它玩我们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是玩家，想感受游戏开发思维逻辑，这个游戏不容错过。如果你是开发者，想了解玩家的脑洞有多大，那这个游戏同样不容错过。
关于马照2，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驱动去购买呢？首先，这个系列是一款编辑器游戏啊，这就意味着很难体验到类似《奥德赛》那样精妙的关卡。大部分玩家制作的关卡都非常混蛋的哈，类似于很多年前那个非常火的喵马里欧。用正常的游戏习惯和心态去玩呢，会非常抓狂。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想玩普通马里奥的玩家，那马照2并不符合你这个购买驱动啊。但是，即便是喵马里奥那种操蛋的游戏哈，依然有其独特的游戏魅力。甚至说，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这样的虐心游戏。如果你是这样的玩家，觉得喵马里奥还玩得不够过瘾，那马照2那无限多的关卡一定能让你自虐到爽啊！但是除了玩的部分，这游戏其实还有制作的部分。或许很多人自己并不喜欢虐心的游戏，但是可能热衷于制作这样的关卡。那在市面上呢，这么多编辑器游戏里呢，马照2就是在上手度、灵活度、乐趣等等方面综合表现最好的编辑游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制作游戏关卡，我只能说，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马照2就是最完美的工具。好，跟朋友同在，我是叶俊，我们下期再见。夹掉了。长官，敌人就剩最后一个堡垒在那里了。大白在哪里？在大墙身上。就剩最后一个敌人的堡垒了。你懂吗？靠阿雷一点，再前一点。然后再，我帮你点回来。你为什么一副闯祸的样子？